最近韩国偶像男团 Astro 成员文彬过世的消息震惊了全球的粉丝。有媒体报道，文彬疑似是不堪工作压力而自杀身亡。近年来，韩团偶像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哦。到底这些偶像们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 K-pop 产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25岁的文彬呢，是当红偶像男团 Astro 的成员。今年初他才刚推出了新的音乐作品，更陆续的在世界各地进行巡演。原本也计划要在4月30号来台湾举办活动，但是4月19号的晚上就传出了他在家中过世的消息。根据韩国警方的初步研判，他有可能是自杀身亡。之后，有些粉丝还有媒体将矛头指向了经纪公司，认为呢是公司长期的压榨使得他过劳、身心俱疲，才酿成了憾事。近年来陆续传出了韩团偶像过世的消息哦。根据朝鲜日报统计，过去14年之间呢，韩国已经有47名艺人自杀身亡。因此，这一次文彬的死讯也再度的引发了外界对于韩国娱乐产业的关注跟检视。到底在镁光灯的背后，这些 K-pop 偶像们都是在什么样子的处境下面工作？为什么这些偶像会选择走上绝路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文彬最早是以童星的身份亮相，在韩剧《流星花园》里面饰演的 F4之一金范的童年时期，然后在经纪公司的旗下当了7年的练习生之后，才在2016年以男团 Astro 的成员的身份出道。那尽管在偶像满天飞的时代出道 ，Astro 呢还是成功的将不少的音乐作品推上了韩国流行音乐榜单，在世界各地也斩获了不少粉丝。包括呢，在2019年他们也有到台湾的 TICC 开唱。而今年初呢，成员之一的 Rocky 宣布退团之后，公司决定让其余的成员先暂时专注在个人跟分队活动上面。因此，今年文彬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小分队文彬与产赫上面。他们先是在年初发行了一张专辑，最近也陆续的到各地巡演。而按照原定的计划，他们本来要在4月30号到台湾举行见面会。但是就在4月19号的晚间，就传出了他在首尔家中身亡的消息，让许多的粉丝震惊又难过。不到1天的时间之内呢 ，Twitter 上面就出现了超过260万条附有文彬标签的推文，而台湾的粉丝也要在原定要举行见面会的场地集会悼念。但是就在众人震惊不舍之际呢，文彬的死因也逐渐的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根据文彬的死因，韩国警方表示，根据初步的调查，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并且推测有可能是自杀，但还要等待进一步的鉴定才能够确定。那有粉丝或者是媒体猜测呢，文彬可能是过劳死的，或者在长期工作压力之下罹患了忧郁症而自杀。因为就在4月初，他去曼谷演出之前，就在机场出现了晕眩等等的身体状况，短暂休息之后，才又飞到了曼谷工作。而且在当天的演出结束之后呢，文彬也在直播当中跟粉丝坦诚，他的状况不好，心情很糟，但也说因为是自己选择的职业，所以我要快乐起来，才能够带给粉丝快乐，令粉丝听了非常的不舍。部分粉丝呢也把矛头指向了经纪公司，认为他们压榨文彬，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休息，或是对于他的心理状况太过轻忽。而粉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揣测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近年来，包含了像是钟铉、雪莉、具荷啦、车银和等等的韩团偶像成员都是自杀过世的。而且根据韩媒的报道呢，他们生前都罹患了忧郁症。那目前经纪公司只呼吁大家不要恶意揣测，没有多做解释。而在我们录影之前呢，也没有更新的说法。那具体的情况可能还是要等警方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够厘清了。不过这些年轻的韩团偶像为什么会有这么沉重的心理压力呢？这可能要从他们的出道前的经历开始说起。大
大部分的韩团偶像呢，都是在10几岁甚至是更小的时候就去参加经纪公司的甄选，正式的签约成为练习生。而一般来说呢，合约的期限都是7年，在这期间呢，公司会负责练习生的基本生活开销跟课程费用，而练习生通常都要放弃原有的生活跟社交圈，接受严格的集体训练，每天从早到晚上歌唱啊、舞蹈、乐器等等课程，还要接受不定期的内部考核。但就算表现亮眼，也不一定就能够成团出道。有统计指出呢，韩国现在有正式跟经纪公司签约的大约有1400名的练习生，而其中有高达80%的练习生都是在学生时期加入，待满7年之后离开，从来没有尝过出道的滋味。这些练习生从小就要面对这样子高压的训练跟激烈的竞争，也使得一些人在受训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忧郁轻生的状况。然而，即使撑过了这一切顺利成团出道之后，日子可能也不会比较好过。报道指出呢，韩国很多的公司会在艺人刚要成团出道的时候，跟他们签下所谓的奴隶合约，也就是一种长期的不公平合约。在合约条款之下呢，艺人们往往要遵循公司的规划，马不停蹄的录专辑啊、巡演，还有戏剧、广告等等的工作，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而且公司还会全面的掌控艺人生活，从饮食、身材到私生活都要管，要求他们维持充满魅力的单身异性恋形象。而最具争议的呢是收入分润哦，多数规模比较小的公司都会规定偶像们要先偿还练习生时期公司替他支付的培训费，之后才能够开始赚到自己的收入。但这些收入也是要给公司抽成，而且基本上呢都是5成起跳，有些公司呢会抽到7到9成。2008年，东方神起的部分成员就因此跟经纪公司对簿公堂，让韩国娱乐产业的奴隶合约问题正式的浮上台面，也使得韩国当局针对这个状况陆续制定了更严格的规范。但有报道指出，这些改革的成效可能还是很有限。有经纪公司的代表呢就说，光靠法规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公司先砸大钱投资培训，等偶像红了再赚回来。那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公司来说，光是维持基本运作就很难了，更何况要给刚出道的艺人钱。此外呢，现在靠音乐本身根本赚不到钱，必须要透过广告代言啊，跟实体活动来赚钱。再加上近10年来韩团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为了兼顾收入跟声量蜡烛多头烧就是必然的结果。既要持续的办活动赚钱，也要不停的推出新作品维持声量，同时呢还要时刻的注意形象，才能够牢牢的吸住粉丝。而就算顺利累积到了很多人气对于这些偶像来说，成名后的生活也未必比较好。如今的韩团偶像们几乎都要透过社群媒体跟粉丝互动，表现亲和力来维持粉丝的粘着度。有分析就指出，在这种模式之下呢，偶像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粉丝放大检视，导致他们会有无时无刻都要表现完美的压力。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私生饭，会去跟踪骚扰偶像。像是 BTS 的救国呢，就曾经在直播到一半的时候，碰到私生饭狂打电话到他饭店的房间，让他不堪其扰。此外，会透过社群平台跟偶像互动的也不只是粉丝，还有更广泛的网络社会。再加上韩国社会对于偶像明星的要求很高，因此举凡像是外表啊、歌唱舞蹈技巧到私生活，只要表现不符合大众意见，这些偶像们就可能在自己的平台上遭到其他网友的恶意批评，甚至是网络霸凌。像是雪莉生前呢，就曾经因为常常在 IG 上面分享自己私底下比较开放的样子而被网友霸凌。那这些种种的情况呢，可能就会导致偶像的精神状态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不少当红的偶像呢，就有过像焦虑症啊、恐慌症和忧郁症的状况。但是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呢，他们不一定有救济管道，也导致一些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甚至因此走上了绝路。根据 BBC 的报道，韩国明星即使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也很难向外界坦白跟寻求协助。那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进入娱乐圈，平时社交圈里面来往的都是业内人士，让他们不一定能够放心的诉苦。而另外一方面，则可能跟韩国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忌讳有关。报道指出呢，尽管近年来韩国社会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有高达30% 的人曾经罹患精神疾病，但其中呢，只有22% 的人接受过治疗，甚至有许多患者呢会把自己的心理状况视为是禁忌的话题，避而不谈。那去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这样子的现象主因可能在于韩国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跟结构性歧视。有研究指出，由于韩国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普遍不足，所以患者常常被贴上疯子啊、软弱等等的负面标签。再加上在韩国社会当中，个人的价值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别人的看法与评价之上，导致许多患者呢会倾向否认或隐藏自己的心理问题，以免影响自己的形象跟社会地位。
在这次查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不只是在演艺圈，这几年呢，韩国年轻人整体的自杀率也一直在上升，甚至到了2020年，韩国20到29岁的死亡人口当中，有大约2/3的人都是死于自杀。我们之前有做过不少集的影片讨论韩国社会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包含了高额的房租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青年失业率等等。那对于韩国的一般年轻人来说，就算没有要当明星，光是为了在社会上面立足，也就是从小呢要处在高度竞争的压力之下。由于各行各业几乎都被大财团给垄断，白手起家这件事情基本上很难在韩国发生。那如果想要进到大企业工作，除了要从小就拼命读书，也要够幸运，而且呢，就算是顺利的进到大企业，也往往要面对高工时跟过劳的问题。因此，我们这一次在整理韩团偶像的经历时，就会觉得韩国娱乐圈这种状况呢，有点像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就外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能对于韩国的普遍印象，可能就像是 K-pop 一样，觉得他们很有竞争力，发展的越来越好，蛮值得台湾借鉴的。那这些进步或许真的是拜高压的环境所赐，但是呢，这好像也让韩国陷入了一个整体发展越好，身在其中的人却越痛苦的状况。就像那些偶像一样很多被定义为成功的人，可能是日复一日的爆肝工作，让自己的身心灵状况呢都亮起了红灯。同时，还有很多人，就像那80% 没能够顺利出道的练习生一样，在激烈的竞争当中遭到了淘汰，深陷失业的困境。那么觉得这些人所面临的困境呢，可能是我们在讨论在借鉴韩国的成功时，也应该要一起被关注讨论的一个面向。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像韩国娱乐产业这样子高度竞争的环境，有点病态没有必要要把人逼这么紧吧？要开心工作才能够长久啊。逼虽然残酷但很合理，就是因为够高压 K-pop 偶像才能够这么的强。所以不知道，反正我也没有在追星，也没有要当偶像，跟我没有关系。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当韩团偶像有多辛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雪莉与具荷拉事件以及韩团练习生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